大家好，刚刚我们跟各位说明的是整理原审、二审、台湾高分院、台南高分院的它的争点整理跟它的判决要旨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法院就本件的判决要旨。就结论来讲，最高法院呢是以原告的当事人不适格来驳回这个案子。他的理由呢跟原审台南高分院的理由不一样。他这边讲，最高法院他引用了民法1214、1215跟1216条的这个规定，来以本件诉讼原告当事人不适格的理由来驳回。最高法院说，依照民法1214条的规定，遗嘱执行人就职以后，与遗嘱有关的这个财产，如果有编制清册的必要的时候，就应该要编制遗产清册来交付继承人。继承人在遗嘱执行人执行职务的时候，不得处分与遗嘱有关之遗产，并不得妨碍这个遗嘱执行人职务的执行。但是重点在第1215条，继承人就与遗嘱无关之遗产，并不丧失其管理处分及诉讼实施权。是同法第1215条所定遗嘱执行人有管理遗产的这个权限，即应该要以与遗嘱有关者为限。于遗嘱范围之遗产，其管理处分及诉讼实施权并不归属于遗嘱执行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继承人与遗嘱无关的遗产是在指什么呢？这个遗嘱是美国的遗嘱，美国的遗嘱它的范围只包括美国的财产，而并不包括在台湾的这个财产。所以与遗嘱、美国遗嘱无关之遗产，就是指在台湾这些不动产，被继承人就这些部分并不丧失管理处分权及诉讼实施权。所以遗嘱执行人有管理遗产之权限，应该要以与遗嘱有关者为限。所以这个遗嘱执行人针对这个与台湾的这个遗产，台湾的遗产呢是跟这个美国的遗嘱没有关系的，所以这个超过美国的遗嘱的这个范围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遗产呢，这个管理处分及诉讼实施权就不属于遗嘱执行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本件的这个诉外人被继承人 A， 他已经在生前授权 B、C 处理，没有包括在系争遗嘱范围内的这些事情呢，这个是为原审确定的事实。所以原告就系争土地及建物，也就是在台湾的这些遗产，它就不具有管理处分及诉讼的实施权，自然无从为 A 继承人为诉讼上请求的这个权限。所以本件的这个原告呢，就此台湾遗产部分并非适格的当事人，提起本件诉讼极为无理由。所以原审驳回上诉人之上诉，也就是这个原告的上诉，理由虽未尽妥适，结论则无二致，仍应该要予以维持。所以最高法院在结论上，它是维持第二审的这个原审的判决，只是它的判决理由呢，跟第二审有一点不一样。最高法院是直接认为这个
遗孀，本件诉讼的原告 X 跟上诉人呢，他依照我国的法律，根本就是当事人不适格，没有诉讼实施权。这个是针对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的要旨的这个整理，简单的这个分析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